哇！這一集我那2位號稱旅遊大神的爸媽，居然被一塊牛排狠狠打了個巴掌。還有我爸爸的英文在酒過3巡後突然變得流利。我媽媽這次順利過了波士尼亞的邊境移民關。我們重回文明，入住有按摩浴缸的飯店，還看了超美的 U 型峽谷和水魔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巴庫斯，外表帥氣，內心戲多的舔狗。某天，老爸買了露營車，說要圓他退休後的夢。1輛車3個旅行的意義。我們的巴爾幹露營車之旅根本是標準的同車異夢。爸爸去追酒，媽媽去追夢，我則負責追貓。這趟巴爾幹半島旅程的喜怒哀樂，就讓我慢慢說給你聽。平常我這2位铲屎官好像很厲害，對不對？自以為擁有防詐騙天眼和法眼，沒有任何餐廳騙得了他們，對吧？但是就在今晚，在克羅埃西亞的一塊牛排，直接把這2位大神按在地上摩擦。事實證明，不管你有法眼還是天眼，最後都敵不過一塊樂眼。我媽成了呆包，我爸成了冤大頭，而本汪我在旁邊看着我的罐罐錢就這樣長了翅膀飛走了。案發經過是這樣的。我們來到朋友介紹當地最有特色的餐廳，我爸戴着老花眼鏡，盯着菜单上的字 Tomahawk 100克14 euro， 但我爸看到這個 Tomahawk 那個表情啊，他八成以為這是什麼克羅埃西亞當地的稀有品種，還是火星文，反正看字面很威，價格100克14歐，他心裡的算盤打得啪啪響，點個標準的250克，大概35歐，是有點小貴，但犒賞一下自己無妨。但他這鄉巴佬完全不知道 Tomahawk 是印第安戰斧的意思。你要知道，我們法國人叫這種部位帶骨肋眼，那是美國人搞出來的花俏玩意，就是連着一根超大骨頭在賣的重型武器。通常點這種稱重牛排，服務生應該問客人牛排想要多重，對吧？餐廳服務生卻沒有問，他只問了我爸一句：先生，牛排要幾分熟？我爸還很講究的用法式口吻說3分熟，謝謝。我爸媽就這樣傻傻的喝着開胃酒，享受着暴風雨前的寧靜，直到前菜端上來，那個服務生才像是突然想到一樣，丟出了一顆核彈級問題。哦，對了，先生，請問牛排你要多重？我爸還傻傻的回：啊，就差不多250克吧。服務生嘴角上揚，露出了狐疑的態度，說：抱歉，因為這戰斧牛排切法的關係，最少都要移到1.5公斤才行哦。我媽媽。這位平常算數要用手指頭的數學白痴，在聽到1公斤的瞬間，大腦 CPU 直接超頻，運算速度比 NASA 還快，1公斤140歐。什麼？這塊肉竟要5000塊台幣？不到0.5秒，它就算出來了。當時我們坐在玻璃屋內，旁邊塑膠布的冷風一直灌進來，但我媽覺得她的背脊發涼，那股寒意比克羅埃西亞的冷風還冷100倍。我看着這2位專家手忙腳亂的跟服務生討價還價，完全沒了平時的氣勢。最後雙方勉強達成共識，1600克，那是84歐元台幣，就要3000塊啊，相當於本汪整整1個月的頂級肉罐頭啊！就這樣變成一塊骨頭了。我當時看着那張賬單，心都在淌血。最慘的還在後面，我爸切開一看，說好的3分熟呢？這根本是7分熟了吧？花了大錢就算了，結果還把原本應該鮮嫩多汁的肋眼烤得跟我的潔牙骨一樣老。花了84歐元繳了學費後，我看我爸開着露營車的手都在微微顫抖，不知道是因為吃太撐，還是還在心痛錢包。我們把車開到了餐廳後方一塊被森林包覆的高地空地，這也是那位酒農朋友偷偷暴露的野營地，居高臨下，沒人打擾。在克羅埃西亞隨便找個地方野營基本上是不允許的，但只要不要太過分，不要像開派對一樣吵，不要留下垃圾，還有不要在戶外生野火，警察伯伯通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我心想，這對人類夫妻也真會算，剛剛才被當肥羊宰，現在馬上找個免費的5星級景觀睡覺，看着滿天的星空，聽着森林裡的蟲鳴鳥叫。我媽那個精打細算的大腦終於平衡了一點，她覺得這叫以大自然的恩賜彌補錢包的破洞。那一晚，他們倆在車上睡得跟豬一樣香，大概是覺得這快樂的安定很完美吧。但整個晚上，我的耳朵都豎得直直的。這是我們這趟旅程第一次野營，第一次睡在大自然裡。雖然我趴在車內，但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，
遠處不知名動物的腳步聲，還有一堆奇怪的味道，我都聽得到，也聞得到。我整晚都在執行最高規格的守望者任務，時刻監控着外面的動靜。隔天一早，太陽出來了，我看他們神清氣爽的把桌椅搬出來，在那邊悠閒的享受森林早餐，一臉歲月靜好的樣子。在我媽那個除了照片什麼都不帶走，除了回憶什麼都不留下的最高指導原則下，我們迅速把昨晚那個免費5星級營地清理乾淨，離開了我們免費的森林大飯店。雖然沒討到香腸當守夜費，但今天早上卻迎來了我爸這趟旅程最期待的高光時刻——克羅埃西亞酒莊巡禮。這個行程也是昨天那位剛認識的朋友介紹的。老實說，有了昨天戰斧牛排的超雷經驗，我原本對這位朋友的推薦有點怕怕的，但沒想到這家酒莊完全不一樣。這裡的負責人專業到不行，跟我爸這位來自阿爾薩斯的老酒農一見如故。兩個人手裡拿着酒杯，那個眼神交流完全無障礙。平常他講英文還要想半天，結果現在喝得越多，英文講得越溜，連文法都不卡了。不過說真的，在行家的世界裡，單字懂不懂根本不重要，只要酒杯一搖，鼻子一聞，眉毛一挑，他們就懂對方在說什麼了。酒就是他們的共通語言。但諷刺的是，同樣是眉毛一挑，效果卻天差地遠。我看我媽的眉毛都快挑到髮際線了，眼神瘋狂對爸爸暗示時間不早了，該走了。但我爸完全接收不到。此刻的他旁服自帶最強力的老婆訊號屏蔽器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老婆催促聽不到吧。我看我爸一路從白酒喝到紅酒，幾乎把人家酒窖裡的庫存都翻了一遍。好久沒看到爸爸笑得這麼開心了。因為我爸品得很嗨，完全忘了時間，導致我們後面的行程大delay，再加上昨晚晚餐荷包實在傷太重，把今天的伙食預算都吃光了，所以我媽一聲令下，今天中午不去餐廳，我們自己煮。這時候，我們這台移動城堡的功能就展現出來了。露營車就是這點方便，有移動的床，當然也有移動的小廚房。但我必須偷偷吐槽一下，我媽一邊在車上切菜，一邊碎碎念嫌棄這個廚房太小，爐子太少，害她不能大顯身手。我跟爸爸都不好意思戳破她，媽，你煮的不好吃，跟空間真的沒關係，是技術問題好嗎？就這樣，我媽用之前超市買的食材，在這個被嫌棄的小廚房裡，東拼西湊出了一頓簡單的午餐。等我爸買了一堆酒，一臉滿足的回到車上後，我們匆匆忙忙的吃完這頓午餐，油門一踩，趕緊上路，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離開克羅埃西亞，前往那個名字很長很難記的國家，叫什麼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。這名字長到我還沒念完，可能就睡暈了。我們就跟着我爸念，叫他波士尼亞吧。快到邊境的時候，有了上次在塞爾亞被當成非法移民踢皮球的噩夢。我媽現在看到穿制服的移民官，就會啟動受驚嚇小白兔模式。儘管她查了100遍台灣護照免簽證，但當海關拿走護照時，我聽到我媽的心跳聲比引擎聲還大。幸好這次的海關大哥可能趕着去喝咖啡，隨手蓋了個章就把我們放行了。那一瞬間，我媽鬆了一口氣的聲音大到連後車廂都聽得到。我是無所謂了，反正哪裡有貓和肉我就去哪。其實我比較想掉頭回去，因為我在狗界的情報網聽說，波士尼亞這裡的人好像不太喜歡我們這種可愛的生物。哼，我才不信，憑本汪這麼可愛的顏值，絕對能萌化他們。然後我聽到我媽說這裡的貓超級多，聽到貓這個字，我整隻狗的血液都沸騰了。上次那隻沒追到的肥貓是我一生的遺憾，這次來波士尼亞，不管是黑貓白貓，只要會跑的，誰都別想逃過本汪的法眼。當車子真正進入波士尼亞，窗外的風景開始不一樣了。我原本以為歐洲都長得差不多，有很多教堂，但這裡，我看到路邊出現好多又細又長、尖尖的塔。我爸爸一邊開車一邊說那是清真寺。波士尼亞這裡穆斯林很多，所以建築風格跟剛剛的克羅埃西亞完全不同，很有東方鄂圖曼土耳其的味道。天色漸暗，就在我以為今晚又要玩露營車夾心餅乾的遊戲時，救星來了。我爸因為在酒莊是喝得太忘我，假借山路難行、安全第一的名義，直接宣布今晚住飯店，
只看見我媽笑得比中樂透還開心，本汪也快熱淚盈眶了。你們不懂，露營車雖然浪漫，但那張床是三人行必有我擠焉。終於，今晚不用被夾在兩個大人中間動彈不得，整塊地板都是朕的天下。現在這兩個人類在泡澡喝酒，而我趴在落地窗前。最扯的是，門外竟然坐着一隻貓，隔着玻璃，我看它，它看我，竟然沒有開戰。這就是金錢的力量嗎？連貓看起來都眉清目秀了，原來偶爾燒錢的奢侈才是真正的快樂啊。隔天離開了溫柔鄉，回到現實的顛簸鄉道。窗外風景越來越奇幻，路邊出現好幾個插了棍子、披頭散髮的巨大尖塔。這該不會是巨人國大神掃地掃一半，把掃把倒插在土裡忘記帶走吧？還是哈利波特騎掃把過重墜機了？我爸馬上科普。那是波士尼亞傳統乾草堆 stock， 是牛羊的過冬便當。我看那明明就是一顆剛睡醒、嚴重炸毛的巨大腦袋，分叉成這樣也不護發一下。看到這些路邊的炸毛怪，我只能說波士尼亞的鄉村時尚，本汪真的看不懂啊。我們沿着蜿蜒的山路，先來到了第一個重頭戲瓦爾巴斯河。這裡的河水綠得跟寶石一樣，但我媽在乎的不是水，而是那個巨大的 U 型大轉彎。她一下車就尖叫：天啊，這根本是美國大峽谷的馬蹄灣吧？我看她為了拍那個完美的弧度，整個人都快貼到懸崖邊上了。我媽這個人啊，平常看到移民官會怕，但只要為了拍照，膽子就比我還大。她一邊拍一邊在那邊自言自語，說這光線太完美了，美得不像話。好了好了，是很美了，但媽，你能不能注意一下腳下？我可不想變成單親兒童啊！拍完大峽谷還不夠，我們來到了今天的壓軸，有400年歷史的水磨坊。我媽在這裡可是徹底失心瘋，手機錄影就沒停過。你們看這些蓋在湍急溪流上的小木屋，是不是超級可愛？這些是鄂圖曼土耳其時代留下來的古蹟，以前是用來磨麵粉的。但我左看右看，這些房子也太迷你了吧！這根本不是給人類住的吧？這大小根本就是豪華版狗屋啊！還是這是給哈比人住的，或是給松鼠住的度假村？我看着那些溪水穿過木屋底下，嘩啦嘩啦的流，水花濺得到處都是。我媽對這種小橋流水人家的景色完全沒有抵抗力，她一直驚嘆：哇，你看這個水流，還有這個青苔，簡直是此景只應天上有。她甚至還蹲在那邊拍慢動作，口中念着什麼“疑是銀河落9天”的，還說要拍出什麼絲綢般的流水感。哎，她在那邊拍得不亦樂乎，我在旁邊等到腿都要麻了，也喝了一肚子的河水了，還讓我无聊到想去追貓。我差點就可以掙開枷鎖了，但就這一瞬間被爸爸拉回，而我追貓的決心太強，以至於把狗鏈的扣環都拉壞了。爸爸一邊修理扣環，一邊念我，寶寶心裡好委屈啊。早上我在等爸爸品酒，看他研酒逢知己；下午我在等媽媽拍這堆哈比人小屋，聽他發表詠嘆調。請問一下，什麼時候才是我的高光時刻了？我的一天就在這兩個人的輪流自嗨中度過了。雖然今天我很委屈，但嘿嘿，本汪終於在下一集跨出了我狗生的里程碑，我終於追到貓了。當地居然有人拿長棍作勢要打我。另外，我們來到世界第1次大戰的起源地塞拉耶佛，那裡好多牆壁上都有彈孔痕跡。我是巴庫斯，外表帥氣，內心戲很多。請記得收看下一集的巴爾幹半島露營車之旅，我們下次見咯。